看到你的直播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称号了，恶霸律师啊，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坦白讲，我写小说的时候，并不是要用恶霸这个字，我是用欧巴。OBBA， 然后欧巴在汉语拼音的时候，突然间就出现恶霸这2个字出来。OK，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你一直以来都是不断的在做这个反诈欺、反诈骗的工作。我们亲眼看到，做一个讲座，只要教人家怎样去赚钱，就会人山人海。一张票可以卖到9000、10,000，甚至5个数字都是有人抢。你在揭发这么多诈骗，一定是触碰到了某一些人的利益嘛？你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吗？这些肯定，所以我自己本身的那个操守也是很重要。为什么我的 Facebook 都是 open 的？就是我不怕你们来。就在几天前就看到某某教育集团开始集资，希望民众踊跃的去投资。可是你们知道吗？你已经违反了公司法、上市法等等的法律。可是 who cares？ 杜绝诈骗只是一个口号，但是你我都很清楚知道，我们杜绝不了。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反诈骗。那么其实要聊到反诈骗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来邀请到这位有着恶霸律师外号的这个傅协祥律师啊，他是反欺诈义工团的一员。那么他经常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来做直播，而且他除了直播之外呢，他还写文章啊。那他的目的是除了为了要揭露还有抨击老千和guru的诈骗手法，也分享受害者的经历，力求提高公众对于诈骗手法的警觉心。那么其实傅律师因为经常揭露这些诈骗的手段呢，所以可能也触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导致他经常会接到恐吓电话，面临诽谤的诉讼，甚至是遭遇牢狱之灾等等这些风险啊。那么即便波折重重，但是傅律师似乎还是不畏惧，坚持去做对的事情啊。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傅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谢谢大家。是，那么其实傅律师，你可以来先跟我们大家先聊一下你自己啊，就是其实我知道您是一位律师，我也很常看到你的这个网络上面直播，我们也可以算是网友见面嘛，对不对？对是，那大家都了解到说你的背景是一名律师，然后仗义直言，常常在做这个反诈骗的宣导哦。但是其实你自己的本业是律师嘛？你自己其实是做哪一方面的这个诉讼比较多呢？我是一名诉讼专门从事诉讼、建筑、商业、商务诉讼的律师。哦 ，OK， 那其实你是过去一直以来就是从小你的心愿就是立志要当一名律师吗？我也希望，可惜我读书很差。其实我的成绩大家谷歌一下都知道，我的 SPM 每年都会刊登一次给大家看。OK， 因为我是一个连 Form 6进不到的学生。OK， 所以你以前小时候想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律师吗？理想是性感的，现实是骨感的。OK， 就算要成为律师的话，你的学术成绩烂成这个样子，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这样子讲的话还蛮励志的哎，就是过去成绩不好，还是能够考上律师，这个过程这个到底怎么发生的？我原本是要加入黑社会哦，原本要加入黑社会，我原本是要加入黑社会，为什么呢？以我的体型，我的力量，如果年轻的时候再锻炼一下，基本上我的那一个拳都会比我的脚步还要快。可惜那时候帮会不收我。替我回去读书，他说加入黑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以后要为社会好好的建设就要读书。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是连帮派都不要的一个人，这样子是吗？是加入不到的人，是加入所以他们替你回去念书，对啊，你就很用功很认真的念书，要考上律师，这样是吗？在我们的年代跟现在是很不同的。我是70后啊，我们都是70后，我们都是70后。70后的人注重是什么？吃饭。有饭吃就可以生活。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工钱我们都懂，一般来讲都是很低的工钱，但是只要有一口饭吃，我们就可以维持生活下去。我们的年代是烦有没有饭吃，今时今日的年轻人是烦吃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世界。OK， 在我们那段时间，除了读书之外是没有其他的出路。就算你怎样努力都好，你根本是没有任何的资源，
所以唯有读书才能改变你的那一个人生。其实我接触到你的时候，认识到你，看到你的直播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外号，这个称号了，应该这么说，叫做恶霸律师啊。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坦白讲，我写小说的时候，并不是要用恶霸这个字，我是用欧巴。OBBA， 然后欧巴 direct translation 就在汉语拼音的时候，突然间就出现恶霸这2个字出来， okay. 我就顺理成章把这个名字写进去小说里面。所以你本来是希望自己是欧巴，是欧巴嘛？对，的确，肚腩大大，肥，又没有那一个样貌，我们的确是那一种。但是我的理解，欧巴是马东锡。OK。但是后来我也有朋友跟我说，欧巴的意思是靓仔哈，是扯不上边的那一种。但无论是马东锡这种欧巴的形象，或者是恶霸，其实我都觉得你蛮符合的。每次在你的直播的时候呢，你都还蛮霸气的哦。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你一直以来都是不断的在做这个反诈欺、反诈骗的工作。你是这个反诈骗的这个，我可以算得上是在马来西亚里面少见的这个律师义工啊。那你为什么会加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行列当中呢？就是反诈骗的行列。10多年前，我已经开始在写小说，我已经在写故事，尤其是华社。为什么我的文章、我的那一个表达的语文都是华语？因为华社是诈骗的重灾区，非常严重。为什么华社是诈骗的重灾区？那我问你 ，The Edge 这个才很有权威的一个报道杂志，一个新闻是英语还是华语？英语。对 ，Security Commission 这是我们的证监局，他们的文告英语还是华语？英语跟马来语吧。对，国家银行的文告等等，都是马来语和英语。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中文方面的资讯不足。对，华人对于法律的那个认知是普遍很低。就如我一位做翻译的前辈黄思春。这位老前辈，他很努力的把所有的法律从英语翻译成华语，但是以他个人之力是根本就不够。那个媒介语其实也助长了那一个诈骗的行列。就打个比如 IPO investment， 你听下去很 bombastic， 对不对？ IPO investment 开始集资，然后我们一去 Nasdaq 上市。是不是很霸气？这段话，其实这个是诈骗，而且感觉上很像能够赚很多钱。这个就是诈骗，为什么呢？非法集资。上市的大前提是什么？业务。你有业务吗？业务不重要，钱来先。现在还有一个 lot， 你要多少个 lot？ 其实这些都是诈骗，但是谁敢讲？因为他们把这些很 bombastic 的那个投资技巧换成是英语的那个说法，华社一般人听到。就趋之若鹜，很踊跃的参与。好像现在我不 all in 的话，我就会亏。是，那其实你做这个反诈骗的义工已经做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啊。对，其实究竟已经做了多久呢？其实是去年11月开始，我们的那个反诈骗讲座。OK， 我写故事的话是10多年前开始，一路一步一脚印，慢慢写。OK， 尤其是参考了很多那些民间的故事，例如千门八将，老千有8个等级，这8个等级都会坐在一起，然后联手来骗人。这千门八将正敌反拓，烽火除妖，这8个 segment 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做到堂而皇之来骗，甚至没有办法去杜绝，而且他们骗了你之后，你求救无门。虽然这些是民间小说 urban legend， 但是今时今日这些东西每天都在发生着，我们亲眼看到。做一个讲座，只要教人家怎样去赚钱，就会人山人海。教一个讲座，说改变什么业务等等，那个人就会做到满爆，一张票可以卖到8000、9000、10,000，甚至5个数字都是有人抢。马来西亚人都有一个好处，都是很喜欢学习，只要有课他们就会上，他不管你多少钱，然后就产生了很严重的圈子学，up sales。是，那其实你在揭发这么多诈骗的同时，一定是触碰到了某一些人的利益嘛？你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吗？肯定，这些肯定。所以我自己本身的那个操守也是很重要。坦白讲，我是站在风口上，
我在揭发老千们的骗局。老千们又何尝不想找到我的黑材料呢？如果我有黑材料，你觉得我还能站在这里继续讲话吗？所以你就必须要非常谨言慎行。为什么我的 Facebook 都是 open 的？就是我不怕你们来。现在其实你观察这些诈骗的手段真的是日新月异，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分辨。那你是怎么样子可以在第一时间，然后去看到然后确定说这个就是诈骗，然后进行比较系统性的去揭发呢？第一，你不能开名字，你一开名字的话，他们的火将，谁是火将？火将就是他们的 lawyer， 他们就一堆向法庭申请各种各样的禁令来把你告上法庭，说你诽谤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很努力的保护他们的资金盘。就在几天前就看到某某教育集团开始集资，开始希望民众踊跃的去投资。可是你们知道吗？你只要这样放的话，你已经违反了公司法、上市法等等的法律。可是 who cares？ 社交媒体只要你把很多很漂亮的那个照片、很漂亮的那个 fixing 放出去，人家就会相信。诈骗有2种，是2大类：直接和间接。直接诈骗我们有警察叔叔去处理，间接诈骗才是民间损失最厉害的一个 segment。是不是因为这些间接诈骗，它其实都常常是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一些灰色地带？对呀，对。那其实你前阵子的直播也批评本地的媒体、本地的电台试图去洗白，帮一些的有诈骗嫌疑的分子来洗白，让他们去上节目。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洗白啦。然后你特别看不过眼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发出了你的批评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你特别在意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平台，一个公众 platform， 公众的平台，你们绝对有那一个责任去查核那个出席的观众、出席的嘉宾是否干净。比如某一个大会堂，几个月前请了一位专门做 money game 的所谓的大豆出席，结果发现到这位大豆是骗了很多人的钱。为什么你还让这个大豆假大豆来滥用你这个大会堂的名字作为他的宣传诈骗的工具，是非常严重。作为有权威性的一个电台，因为你是在发放着公共的讯息，你是绝对有那一个责任去审核来出席的嘉宾。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为那一个老千站台，责无旁贷。那你在批评了之后，其实这家媒体或者是你所认为的这一组的老千，他们有出来在表示什么吗？他们有道歉吗？没有啊，不需要啊，为什么要道歉呢？我有流量就好啊。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大家都为了流量，然后也不愿意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会不会再度的去滋长或者是助长这些诈骗？有心要去诈骗别人的人，或者是会不会助长这些诈骗的手法越来越猖獗？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流量为王的一个现象。他不管你做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你的新闻够爆就可以了。是因为流量在他们的眼中没有分好还是坏，只有多还是少。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呢？坦白讲，我写一篇文章，我从早想到晚，里面的内容、构造，还有语句，然后错别字，我分分钟一篇文章我改2个小时到3个小时，写出来是很多朋友渐渐留下很好的评语，可是那个 share 不会超过100。只要你开直播，你讲的话，你的那一个话语够爆，如果你能加几句出口下去，你的那个 share 分分钟是可以过几千甚至上万，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现象 ，very unhealthy。坦白讲，因为写文章我们会深思过滤这些字，每一粒字每一个词我们用会不会触犯到法律。但是讲话的话，因为连珠发炮的说，理论上你是不会管你说的话会不会碰触到那一个法律的界限。现在我们的现象都是以直播为主，直播变成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速食现象。
I would say that。现在其实诈骗这么猖獗啊，会不会觉得其实也是跟执法单位的执法的力度是有关系的？我都说过，执法单位是对付直接诈骗，才有效。间接诈骗理论上是没有人管。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这个讲座？是呼吁民众小心，不要被诈骗。2-3个星期前，我去了一个教会，做了一场讲座给乐龄人士。一位老人家和我说：“哦，不用担心，我不会被人家骗的，我有钱我自己看着。”我直接问这位婆婆：“老婆，你有孩子吗？”“有。”“你孩子做什么啊？”“做生意。”“如果你孩子求你说他生意失败，需要一笔钱进去，你愿意把钱拿出来吗？”婆婆还是会把钱拿出来，为了救孩子。可是那个钱是做什么？是诈骗。孩子被骗，极度需要更多的钱进去。怎么会连接到诈骗呢？孩子投入了所谓的 IPO 诈骗骗局，而这是 IPO 骗局，到处去开讲座，到处去招商，堂而皇之在面子书打广告，说他们就要在 Nasdaq 上市、新加坡上市、澳洲上市。可是这些是完全是看不到的那个上市 mechanism， 而且国家管不到，法律管不到，没有人管到。他们一拿到你的钱，就会透过不同的那一个女子户口把钱删掉。其实傅律师，你刚才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有很多可能拿钱出来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可能是为了要帮助他的孩子，那他也有可能是自己被诈骗。我们要如何杜绝或者是帮助我们家里面的老人他们在遇到诈骗的时候，因为看到很多老人家他被诈骗，有些是情感的，有些是投资的，但是你要阻止他去银行汇款，或者是你怎么告诉他说这个是诈骗，他们都不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办法，我们可以来说服老人家不要汇款，不要被骗？杜绝诈骗只是一个口号，但是你我都很清楚知道，我们杜绝不了。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老人家一般来讲都是退休人士。根据 Bukit Aman 提供的 statistic， 今年2024年1月到今时为止10月，老人家就是55岁以上退休人士被诈骗的数额已经超过了15亿。哇，这15亿，只是老人家啊，只是讲老人家被诈骗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般来讲，老人家被诈骗，因为他身边出现了一个比你还要孝顺的孩子。明白吗？或者是更愿意陪伴他的一个梦中情人。其实很多的这个追根究底来看的话，就是老人家他很孤单啊。如果去看那个源头的话，就是我们不够关心，平常就已经不够关心这些老人家。有一对夫妇，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那一个环境之下，祖宗留下的遗产差不多3世都吃不完。他们的儿女也是各有各的那一个工作的长处，都很有出息。可是往往就在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这对夫妇就是相信了某某 IPO 的那一个上市计划，结果把老家压了，把所有的钱丢进去。我甚至有一个案子，有一位很有钱的家族的一位承继人，就在这里附近。DDDI，他有14个 lot 的那一个店铺，全部卖掉 ，all in 投资。这种的情节很像我们在中国那部电影孤注一掷当中有看过。孤注一掷是直接诈骗，他是透过骗那些小孩子去玩赌博。所以我正想问的就是，像孤注一掷这种的方式，它是不是已经有一点过时了？就是当我们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我们说 OK 好，我们要注意这样 ABC， 但其实诈骗集团已经走到了 EFG。对 XYZ， 就好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的那个 antivirus software 一样。一模一样的 antivirus software， 它已经 outdated 了。每一次出现的话，都有新的病毒出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如果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话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应该要更多的仰赖这个社会的制度来杜绝诈骗，来让我们的这个人民不要受害啊！有没有哪一个你自己观察到哪一个国家的做法是做的比较好，是我们可以去借鉴的呢？我很想讲中国做得很好，
但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政治气候，凡是你称赞中国的，你都会被批评。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如果真的中国做得很好，有好的模式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中国的有一个现象，他们的那个政策叫黑五类，意思是说，只要你做诈骗，你还没有被定罪，只是你被国家通缉，说你在缅北进行诈骗的那个活动，你的父母亲的医疗的那个保险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妻子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他会被辞退；如果你的孩子是读着政府的那一个学校，他们也会被勒令退学，他会封杀你的家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愿意回中国，就是投降，然后自首认罪，来杜绝诈骗。在中国，你现在做诈骗的话，基本上你的家族会被封杀，不是你个人，是家族。但是当我提倡这一个 concept 的时候，批评的浪声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然后都批评些什么呢？这里是民主国家。OK 然后祸不及妻儿，你不能把你的过错，然后迁怒于你的父母亲，或是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孩子等等这类东西。你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被道德绑架。我们所谓的那个人权要求我们以最高标准的道德，但是老千恰恰好就会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继续肆虐。但我觉得其实傅律师这个是很两难啦。你说对诈骗犯他的这个罚则是不是要涉及到家族跟家人，就像以前的灭九族的这种概念的话，对啊，这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还是你问我的话也是有点可疑。但是除了这种手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是可以努力的呢？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探讨我们的那一个刑事法典的条例，我们的确是有很多法律来限制这些诈骗的活动。例如非法集资，我们有Capital Market Services Act。如果在讲上市的话，我们有公司法 Companies Act 等等。所以为什么这些老千现在一说 IPO 诈骗的话，他们直接讲 Nasdaq，不在 Malaysia， 所以 Malaysia 只不过是一个 event company，他们没有涉及任何的那个投资，他们是走这些法律的漏洞。也不是漏洞，他们是走这些法律的那一个管不到的地方。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国家应该尽快去重新 review Section 420，去定这个条例。你们看报纸或是看新闻，每天都听到警察叔叔讲各种各样的诈骗，从诈骗几千块、几万块，甚至过千万，他们都是利用一个条例来做调查，就是420。其实除了420之外，还有很多，但是420是直接诈骗唯一的那个药来阻止。你觉得如果420这个法律要来做修正的话，它应该修成什么样的样子 ？OK，420如果罪名成立，最低的刑罚坐牢1年，最高是10年。我们就拿10年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你坐牢10年的话 ，after discount 过后大概7年。行为良好的话，解释5年。但是你诈骗了过亿这个钱，所以它不符合比例原则。但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又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用比例原则来判定这个条例是否适当，一位老婆婆她的储蓄，她是一个退休人士，她今年80岁，她只有一个5000块在她的户口里面，她被迷魂党老千带了去银行那边 ATM 取款 ，daily limit 只是1000块，拿了1000块，被警察抓到现在。警察是引用420来对付这个迷魂党的老千。法庭会看，OK， 你现在拿了多少钱？1000块，但是这个婆婆的整个那个 saving 只有5000块，她占了这个婆婆的1/5，她是没有 income 没有收入的人，应该怎么判？这个1000块对婆婆来说是天这样大，对，因为她是一个没有 income 的退休人士。那么一位超级富豪，他被诈骗了1个 million。但是他的那一个身家总值、资产、流动资金是过亿。那傅律师，你会怎么建议呢？这个量刑到底要怎么做 ？Before 我们去量刑，我们去调查这个 part 先。警察是引用420来调查。在中国，只要你的那一个诈骗的款项到了某某的 limit， 几千万甚至几百万，会变成极度严重的罪案。在马来西亚只是当成一般的案子来处理。
如果那个诈骗的金额是过亿，甚至过千万，就不用多，就一个500万，警察应该利用哪一个条例来进行调查呢？现在的情况还是420。OK， 现在其实有多少人在积极的去推动这个修法？然后你觉得政府有没有这个政治意愿？只有我，只有你一个人，哇哦，只有你。为什么我要把诈骗的那一个那个刑法提高呢？你不要忘记，千门八将的火将是律师。我这样做的话，我会不会弄到我以后没有饭吃？越厉害的老千越会请律师。你觉得他们会把他们的主子、他们的米饭班主送进去牢狱吗？那么像之前这些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没有跟你一起来努力吗？就是受害者的家族，他们都已经是被诈骗的一干二净。大部分老人家上了这些所谓的课程，或是去了这些 seminar， 就 all in。all in 什么意思呢？去 EBF 把他们的钱全部拿出来，全部丢进去。为什么呢？ EBF 现在的利息 5.5%。他们的那一个 promises 可以去到30%、50%，甚至100%。所以你刚才也一直提到关于seminar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这种培训课程的诈骗是非常常见的，对吗？对，尤其是圈子学。圈子学什么意思？对啊，你上了我们这个课，你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圈子，这个圈子里面的学员都是某某皇室的成员，某某公司的股东，某某上市公司的那一个执行员等等，就是用人脉来吸引。人脉，对，圈子对了，事就成了，这个就是他们的说法。其实傅律师，我听到现在，我感觉到教育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么多人受骗，还有这么多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会出现在马来西亚，真的它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教育不足。我们华人都有一个说法，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很像看起来蛮穷的，蛮匮乏的。可能我说的匮乏跟穷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学位，我们可能学校教五花八门的课程，但是最基本的辨别是非对错的这个能力似乎……我不反对人家上课，一路以来你要上课，你不是去上啦，你上课就上课，你不要上课变成投资，然后上车。OK， 为什么你会上课？因为站在台上的人就是你的导师，他们利用那一个位置的不对等的方式来招商。你站在不对等的那一个位置上，你会缺乏理性的思考。现在有哪些课程，如果它有某一些的特征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上了我们的课，你就可以有财富。在上课的时候，你会看到富丽堂皇的会场，门外泊满所有的超级跑车、超跑，每一个出席的人都是某某大款，身上穿了西装可以过几万块，整身的名牌，然后是以物质的方式吸引你过来上课。OK， 然后怎么听起来有点像传销？你看，问题是为什么我那么积极的很评击这些不良的guru？问题是他们就把教育传销的 element 放进去。教育 OK， 你教育是很神圣的一个版图，真正做教育的是一步一脚印。你利用教育，你是妖言惑众。最近我在玩这黑悟空，黑神话悟空，其中一个章节叫小西天。OK， 黄眉扮弥勒佛，然后来忽悠民众。为什么你要守戒？我们应该是自由的，我们是有权利去享受我们的那一个财务自由。你只要你站出来你就可以。guru可恶的地方就是把人对钱的欲望无限放大。然而他们的魔掌不只是成人，还有摸去小孩子。让一个小孩子小小的话，不要做什么消防员，你要做总裁。小孩子不是应该对着自己的理想努力吗？你把一个小孩子对金钱的那一个概念变成 one and only，你这种做法罪大恶极啊！但其实我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还是回到说，我们的国家还有社会，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还有对于
每一个人的价值形塑的这件事情，还有公民教育的严重匮乏，它其实是更加助长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诈骗横行的状况。Who cares？ 你们讲华语的吗？讲华语的话关我们什么事？所以其实现在政府还是没有看到他们有这样子的意思，包括 SC 也好，或者是反诈骗的努力，是多一点的中文的这个讯息。所以为什么诈骗都是在中文？你试试看，你的课程是在英语，你就会被取缔了。你试试看，你的那一个 seminar 是怎样做 cryptocurrency， 然后赚钱，然后把钱转走。警察立刻上门去烧，也有很多新闻，警察已经上门了。OK， 好，傅律师，既然现在很像感觉上只能够自求多福啊，我们只能靠自己。您接下来还会做什么努力？然后你也会呼吁说，像我们这些媒体，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子来一起来配合来反诈骗？我们不能画大饼，我们可以做的话，就是让大家打开眼看清楚，不要让那一些 too good to be true 的话语变成他们的座右铭。财务自由不是梦，例如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一步一脚印，并不是一步登天。可是现在我们的那个年轻的一代等不及了，因为这个世界现在的社会太辛苦了。你和他们说打一份工，每一个月薪水3500块，他会看着你怎么做，怎么生存。我也有同行打了1年工顶不顺，跑去卖保险。为什么？因为做律师要练功，他顶不顺，一直要练功，而且那个薪水太低了，他宁愿转行都不要再当律师。那您呢？您会继续的当律师吗？我想退休。其实我想退休，说真的，我不能坐这个位置太久。始终人会老，我们也会油灯尽枯的一天。但是这个反诈骗的工作，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是我们还是非常谢谢有傅律师这样子这么热心，然后愿意出来啊。您刚才说你只做了1年多是吗？是1年多前开始？这个 seminar 是1年多，是11月开始，去年11月开始。对，但是我感觉你也像已经做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那证明你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只要想到反诈骗的话，我们就会想到你。那谢谢大家，希望你可以坚持久一点啦，好不好？谢谢。然后也希望说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的，也都能够来继续的延续你这个反诈骗的香火，这样子。其实好不好？我很想大家都参与反诈骗，但是我会跟大家讲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负担，每一个人都在讨生活，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那个生意。如果你义无反顾的加入反诈骗的行列，你就要准备面对很严峻的考验，例如你的黑材料会被公诸于世，你做了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会被放大。要做我这个位置不简单，首先你必须是没有黑材料。OK， 我在这一行已经那感觉上跟从政差不多啊。对啊，是真的。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生活都是被人家用放大镜来看着，只要任何的那个行为不轨或是做错事，都会被放大10倍。但是傅律师，我觉得媒体责无旁贷啦，对不对？对，以个人的名义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但是如果是以一个媒体机构来去进行反诈骗的宣导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要做的。就算大机构也会有人先，为什么呢？老千会入股那一个媒体。所以我说，有心就好了，不用特地，真的。所以我们能把这个正义的种子默默的种下去，人民的心里面，有心就好。不用刻意，因为你刻意的话，你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好，今天非常谢谢恶霸律师傅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那我相信其实傅律师今天的分享呢，可能也多多少少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也给大家一些的启发。其实我从傅律师的这个分享里面呢，我听到了他在反诈骗这条路上面的坚持，其实也听到了他语气当中的一些无奈。那不晓得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告诉我们，来跟我们分享。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